上海职场今年真的是卷疯了，985毕业10年，投了300份简历，月薪8000还要倒贴上班。之前我吐槽上海职场是地狱级的模式，结果评论区炸出了2000条更离谱的真相。我再总结一下我这段时间看到的目前的职场乱象。首先就是薪资的倒挂，现在仿佛经验越丰富，好像意味着你性价比越低。智联招聘最新的报告显示，上海企业5年经验岗的中位数呢，大概是11000，但要求栏呢却写着要32岁以下，然后带过10人团队，有行业资源，还要会双语谈判。而同样的要求放到2020年呢，大概能拿25000以上。我10年外资总监级平薪跳槽 ，HR 问我能不能接受降薪30%，我都想问他不会觉得我跳槽是因为嫌赚的太多吧？第二，其实就是年龄的焦虑全民化了，30岁已经成了职场的老人。BOSS 直聘数据显示，早在2023年的时候，上海的行政、销售、客服岗中，42%的岗位都明确标注了要30岁以下优先了。连商场的服装的督导都要求形象年轻有活力，猎头圈的潜规则更是32岁以上投递基层岗，系统直接标超龄人才，你连 HR 的屏幕都看不到。现象3就是岗位消失了，但是技能呢却有通胀，招个前台都要会 AI。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其实2024年的上半年，上海的金融岗同比就减少了28%，教培更是蒸发了83%。但更魔幻的是，行政文员岗暴增，但是技能的附加条款变得超多。某大厂招聘咖啡专员，不仅要端茶倒水，还得熟练用 ChatGPT 写周报、月报、剪员工培训视频。最后呢，月薪4K 不交社保，真的招的是奴才，但给的是狗粮。一边是985的硕士在星巴克猛改简历，一边是企业哭喊月薪8K 招不到人。知道问题在哪吗？因为他们要的不是人才，是能背着房贷养家的永动骡子。当下职场我感觉有3大悖论：你经验越丰富，企业越觉得你性价比低；你技能越全面，企业越觉得你定位模糊；你越努力证明自己，企业越觉得你像廉价劳动力。所以失业的朋友们真的不要焦虑，真的是社会的背景跟经济周期的问题，不要因此怀疑自己的能力。我今年43岁，如果我现在去找工作，一定找不到。不光年龄大，学历也不高，就大专学历。就现在这种形势啊，大学生、博士生一抓一大把，对吧？大专学历感觉跟初中毕业没有太大区别，而且呢，年龄也是硬伤。很多企业35岁以下你来试一试，35岁以上你面试都不需要来了。比如说我这个年龄去应聘保安这个大的公司、商场小区非常正规的那种，绝对不要他们一定要年轻一点的。那么像我们家小区这种老小区呢，就嫌我太年轻了，他们要找什么呢？已经退休的。为什么呢？不用交金呀，这不是省钱嘛，对吧？我们家看门大爷全是退休人员，所以这个年龄如果真的失业的话，非常的尬。还有什么选择呢？就是送快递、送外卖或者开滴滴。你想在上海这种城市本地人去送快递、送外卖呢？没有，我没有遇到过，真的就是承认自己吃不起苦，就情愿这个工资少一点我坐在办公室也行，这风吹日晒凉受不了。你们也不要骂上海人这没办法的。你们如果身在上海，你们也是这样。还有呢，要么就是去开滴滴，对吧？因为前几年滴滴刚出来的时候，我们本地人开滴滴的还挺多的。这2年越来越少，因为开滴滴的人越来越多。就我有2朋友以前开滴滴，他们一本正经做1个月可以1万以上，很轻松。后来他们也很长时间，10几个小时开下来，1万块钱都不到他们就觉得这个又不行了。所以现在开滴滴，你要么真的是用时间换钱，不然真的赚不到钱。所以你看我们这种40几岁没有什么太高学历的，找工作真的是没什么希望的。这可能是咱们中国30年以来最大的悲哀了。老百姓现在成了韭菜，任人收割。就在今年吧，中国改头换面了，成了网贷大国了。我为什么说中国的科技尽头就是放贷本来这些互联网的大厂在网上搞什么线上购物，它打着就是便宜方便快捷这种方式来吸引年轻人来购买嘛，这本来是个好事，对不对？但是这些年你发现了吗？
疯狂的推出各种的网上贷款业务，收割我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收割完之后，开始让你去贷款了，就开始赚取更大的利润。所以年轻人负债进入到了一个恶性的循环里边，负债率越来越高，到最后呢，有些人受不了了，就想不开了。你看那腾讯做到最后是不是也做什么微粒贷了？360做到最后是不是做360借条？小米做到最后是不是做小米金融了？百度最后也做这个度小满了。阿里巴巴最后呢就做什么花呗啊、借呗啊，对吧？所有人都一样。京东做到最后呢，是不是也是金条、白条什么的了？那个美团，咱们点外卖那个，最后是不是也是美团金服？你放眼全世界，我没有看到微软贷吧，我没有看到谷歌贷吧，就是你们有没有看见过苹果贷？你再看看中国这些企业，我觉得实在吃相太难看了。你就不要觉得我说的这个危言耸听啊，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消费观念的问题，这是资本收割普通人设计一个完美的游戏。你知道这个东西有多暴利吗？1年的时间你贷款就可能从15万轻轻松松变成49万，1年半以后，甭管说你工作有多好，你也只能回家求助你那年迈的母亲，卖掉你祖上的房子，你来去还这个债。我给你们做个举例，你就明白了啊。咱们比如说像这个京东金融借了10万块钱，你如果说你分期1年的话，年利率是18%，月供轻松就来到了9800块钱。但凡你生活病或者说怎么样，你第2个月你还不上了，你就打开美团的 APP， 你像这个美团借了9800块钱，你用这个9800块钱你还这个京东金融了，就拆东墙补西墙嘛，同样也是1年期限是吧？你也分期，你知道每个月你要多还个1000来块钱，你以为你是不是过去这道坎了？但这个时候你的月供变成了9800再加1000块钱，也就是11000了。那如果说第3个月太多，你实在还不上了，你又该点开那360了，你借了1万块钱，你又还了上2家这个机构的，那这个时候你仅仅3个月的时间，你的债务从10万就到了12万多，你再赶来上3个月啊，那你就是18万多。你要是再继续这样啊，你拆了上半年啊，你家那房子就相当于被人拆了一半了。现在中国有8亿人在负债啊，房贷、车贷已经是大多数人都已经被收割完了。我们对于大额这种消费呢，已经非常清醒有认知了。资本一看，哎，你现在割不动了，买房买车劝不动了，现在又开始掏我们手里边那个余粮了，是吧？宣传啊，人要活在当下，人只活一辈子这种理念啊，并且呢，就这些平台利用它信息低，什么秒到账等等各种的诱惑你。现在随便你找个平台，你用手机号一注册，轻轻松松你贷个10万20万的额度，很简单。借钱现在借的太容易了，你看一个人的消费观念就会被无限的放大。当这个信用转化为钱的时候，大家会怎么样？会盲目的自信，爆雷就是迟早的事儿。而且你看现在很多银行啊、信贷这个什么钱，所谓的信用全是他虚假的，都是通过普通人这种借条啊向银行来去做抵押。就你把这个杠杆给拉高了，他高位套现跑路，可能这个月你能借出来，下个月你就可能借不出来了。很多人不就是因为这样的成为老赖的吗？就发了2个月饼，但是特斯拉发了很多东西，这一点得说是事实。就现在我都敢说的话，就这个世界没有比中国企业家更操蛋的企业家了。中国的企业家把自己中国人往往都不当人用的，都在当牛马来用。你看我经过广州的捷普，它是美资企业，对吧？我不管他工资高不高，先不说，但是他非常人性。你像在咱们国内的企业，能看到几个坐轮椅的或者聋哑人在里头工作，他不要你。这是事实了，但是美资企业或者富士康，你能看到他有聋哑人，人家专门为他们设置的岗位，这一点你不服不行，知道吧？人家更把人性2个字看得更重。打工潮会将在2025年结束，未来5年啊，普通人可能是无工可打了，因为从315之后，国内的电商倒闭潮宣布正式开始了，而且到目前为止啊，各大头部网红直播开始逐渐转为幕后了。你看看小杨哥、辛巴这些大咖是不是逐渐退居幕后了？种种反弹现象表明，中国经济即将迎来一场大的变局。未来5年，普通人想要活下去，必须要时刻牢记这5个点，一定要看到最后，否则你大概率会很凄惨的。首先第一，不要买房，不要买房，千万不要买房。我重要的事情我说3点，没房你就租，只要你还有个住的地方，你千万不要买房。不信你去查一查有多少断供的，读20年的书，背上30年的房贷，掏空全家400人的钱包，最后房子呢还不能够升值，你甘心吗？第二，不要去买车，特别是燃油车，现在钱挣得越来越不好挣了，走路呢你又健康又能环保，对吧？
第三，千万不要去乱花钱，只要衣服还能穿，除非工作需要，否则你不要去买新的。花钱容易挣钱难，100块花出去你都见不到影的。所以在没有成功之前，你一定要勒紧裤腰带去过日子。第四，年前记住了，对自己抠门不丢人，存钱才是最顶级的一个词语。一个人如果只知道花钱，不知道存钱啊，就算你很会赚钱，你最后的结局也会很悲凉。一个人哪怕不会赚钱啊，但只要知道合理的存钱，也能够把生活过得有模有样。第五，存款如果说在30万以下，那你就别躺平，你为只能叫这余额，趁着还没躺平，咱想办法多挣点钱不好吗？我告诉你啊，聪明人现在都开始布局了，真的得到无功可打了。你想想难受的是谁呀？这不是兜里没钱的人吗？真的，我告诉大家，未来几年，不管是做生意还是打工，赚钱只会越来越难。所以趁现在干的人还不多，咱就抓住这个机会多挣钱。你看这个社会，想看你笑话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有句老话真的说得特别好，既怕兄弟在吃苦，又怕兄弟开路虎。除了父母以外，身边没有人会真心希望你过得比他好吧？真的是把咱们老百姓当傻子了啊！就这么搞下去，不出2年，我们老百姓都要活不起了。我就想问问，所谓的振兴乡村，难道就只是修几条路、装几盏路灯、摆几个垃圾桶就万事大吉了吗？这就能说明农村变好了，农民变富裕了吗？这不是闹笑话吗？这就跟那些外表看着光鲜亮丽啊，内里却啥都没有的人有啥区别？纯粹就是徒有其表。要是穿上身人皮就代表是人了，那我给猴子套身衣服，那他都不用费劲来进化了。最可气的是什么啊？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调研报告说，人均收入增加了多少，退休金、医疗保障提高了多少，存款涨了多少。我就纳闷了，调研的谁的呀？撒谎的都不打草稿了吗？张口就来啊！姚明和潘长江平均身高1.97米，你能说潘长江是个大高个吗？我和马斯克平均收入2000多亿美元呢，你能说我是100亿富翁吗？我跟你讲，现在农村95%的家庭，你让他拿出10万块钱，你试试看有几个能拿得出来的？没欠账就不错了。现在物价疯涨，医保从10块钱涨到了400多，翻了40多倍啊！可收入呢？多少年没有涨过啊？粮食价格更别提了，今年玉米1块多一斤，还赶不上1瓶矿泉水值钱，农夫山泉还2块呢。种1亩地，忙活1年收入才1-2千块钱，你再除掉农药、化肥、种子钱，你说还剩啥？连生病买药的钱都不够，你这不可笑吗？对老百姓来说，1年到头见不着钱，都算好日子。哎，这种家庭就不错了。有些人啊，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老百姓的钱都哪儿去了？今天这个贪几百万，明天那个贪几十个亿，被抓了判几年，出来还接着来。老百姓是一分一分的挣，他们是1个亿1个亿的贪呀。儿子给老子钱，还知道叫声爹呢。要是包青天活到今天，看到这些啊，估计他的铡刀都得忙得直冒火星。